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呢，请来我们那个旅馆的在 Forty 工作、餐厅工作的 A 姐，来为大家来分享一下，今天要讲关于为什么要想来打工度假的事情。好，那么 A 姐，请问你，你为什么会想要来打工度假呢？就是来加拿大打工度假。这部分可以分成两个，一个是为什么来加拿大这个国家，一个是为什么要打工度假。其实打工度假这算是我第二个国家了，所以根据之前的经验，像我打工度假的时候发现，在那一年当中，过去的一年当中，我发现自己回台湾之后，好像经过一段日子沉淀之后，发现自己有很多潜能被开发。就是也许我们在国外做的工作是果园或是咖啡厅这些很基层的工作，可是你会发现自己的潜能被激发，而且去探索更多的自己。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，所以让我想到这个国家，就是在第二个国家来做新的尝试，看看有没有办法去开发不同的自己。对，那加拿大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国家呢？很好，因为我已经过30岁了，所以我选择不多。然后我其实那时候在台湾的心态是，我就是入词嘛，就是加拿大的东西，我有稍微研究做了功课，然后我就好丢了，然后就莫名其妙有一天收到信件，然后就收到邀请，然后就来这个国家了。好，那你说，你这是你的第二次打工度假，那你第一次打工度假在哪里啊？哦，第一次在纽西兰，对。纽西兰这个地方呢，它的跟加拿大的不一样，应该是说，就是纽西兰它是比较多是果园方面的工作，那加拿大相对就是服务业居多的工作，因为这边比较少有果园。那果园的话，当然是夏天会有樱桃，或是这也有水蜜桃的季节，这样子。那另外，我比较想提醒大家一点，就是其实加拿大的气候非常的严峻哦。你们要知道，像我过来之前啊，不知道就额外跟他提一下，像这里的冬天非常的长，从我来的时候11月到现在，还要一直维持到3月或4月都是很寒冷的冬天，所以你们要做好这一方面的心理准备再过来这样子，不然的话，你们可能就会比较倾向选择澳洲或纽西兰这样的国家会比较适合你。那目前为止，加拿大跟纽西兰，你现在比较喜欢哪个国家？我比较喜欢纽西兰，对对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气候的关系啦，因为气候其实是一个很主要的因素诶，对啊，因为这边的天气可能是台湾我们已经适合在热带国家，所以其实在这边还蛮辛苦的，除非说你开始，我来这里我会建议你尝试一些滑雪啦，或是很多雪上运动啊，这样你工作之余你才不会很无聊，你才会因为冬天很长嘛，所以你需要有一些其他的运动或其他的户外活动，你去尝试，你才会。如果你喜欢冬天，或是你比较喜欢待在室内，那你就可能蛮适合加拿大这个国家。因为像我自己就是一个比较户外型的人，我很多想要在户外做一些事，或者是在海边晒太阳啊之类的，我就会觉得纽西兰是一个比较棒的地方，因为他们那边都是草，有很多绵羊啊、牛啊之类的，然后而且风景也很漂亮，有湖啊、大景之类的，所以这方面，而且纽西兰很好的一件事情是，它山里面没有蛇，也没有危险动物。这一点比起来，在加拿大，如果你想去爬山之类，你都必须要揪板。相对于这里的野生动物，有很多就是需要注意的地方。如果你是一个人，尤其是一个女生在外面旅行的话，就需要特别的注意。这是我可能觉得这两个国家为什么会比较喜欢纽西兰的地方。这样。那你来打工度假之前，你有想说，你希望在打工度假得到什么东西吗？就是来这里之前，我有在想我自己这一年的期待是什么。跟自己讲说，就是开心很重要，所以如果过得不开心，我就觉得应该要往就是往别的地方走，因为毕竟打工度假才一年而已。然后主要目的是要体验生活跟之类的。虽然我们来这里，其实说坦白话，我们已经有点朝向就是只剩下金钱，因为我不瞒你们说，就是我们有时候就真的会忘记打工度假的目的就是只有赚钱而已，但基本上是看个人的需求，你的想法，自己需要的是什么，对。但是不要忘记这一点，开心真的很重要，对。借钱这个问题呢，其实我自己也是打工度假2次，然后我第一次是在澳洲，然后现在是第二次是在加拿大。
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在澳洲的时候是25岁、26岁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的去澳洲之前，我的目的也是钱，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助学贷款还没有还完，所以我去澳洲最主要的目的也就是钱，而且那个时候，还蛮多。我的25岁那个时候，其实很多澳洲就是赚一桶金的故事。那当然，我实际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其实澳币已经不是汇率30几块的时候了，所以其实因为汇差的关系，所以赚一桶金几乎是不可能。可是我在年的澳洲当中呢，还是有赚到还助学贷款的钱，也就是说我带回来台湾大概也是有30到40万左右。然后那一阵子呢，因为我有出去玩，所以那阵子我也是有体会到一些就是澳洲生活的东西。可是因为那时候我真的是比较把大多数的时间呢、就是放在赚钱的上面，所以对体验生活方面算是比较少。就算是虽然说是有体验到，可就是比较少。然后那个时候就比较大的震撼是在于说，因为你在打工度假的时候，你其实也是会遇到一些外国人，会跟一些外国人聊天。然后我发现其实很多国家人呢，其实还蛮多国家人就是真的是他们的心态真的是打工度假，他们就是到一个工作以后啊，常常可能待2、3个月后就离开，要去下一个目的就是去旅游。然后说起来有点可悲啊，因为我在澳洲的时候遇到台湾人呢，大概有8、9成。他们就是一个地方好赚钱以后，基本上都会定下来，然后定很久，然后是最好都是可能做满1年再走。可是其实因为澳洲有同一个工作只能做6个月的限制，所以在澳洲的时候呢，很多台湾人只要找到一个好的工作，基本上会做满6个月，然后都不会移动。这我觉得算是我在澳洲看到的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点。然后这一次我第2次打工度假来加拿大呢，因为我现在已经有点年纪，我已经过30了。那都能选加拿大的原因，其中一点也是跟 B 姐一样，有一点一样，也是因为有点年纪的关系。可是另外一点就是说，因为我这次打工度假呢，我想要做点不一样的，就不再只是为了赚钱，因为毕竟我也出社会一阵子了嘛。虽然说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而没有工作，所以才来加拿大。可是因为我这次呢，就想说不要把全部心力都只花在赚钱，因此我就多花了一点时间帮自己规划一些旅游的东西。所以我这次来加拿大呢，除了赚钱以外，我其实也有很用心的去体验加拿大这个国家。比方说，我刚来的时候，因为算是春季吧，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有很多时间，只要有空我就会去 hiking， 去认识这个国家的一些自然美景啊，什么东西。可是说 hiking 呢，其实也跟B 姐讲的一样，其实是真的有点危险。因为我跟你说一个好笑的事情，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，其实我有爬山的习惯。然后在台湾的时候，你爬山啊，就是常常在路上会遇到山友，然后人家会跟你打招呼。可在加拿大呢，这边爬山呢，你可能3、4个小时，你一个人影都看不到，超可怕的。然后你只会遇到动物在那个森林中杀，你去看啥小。真的很可怕，因为你说这3、4个小时遇不到任何一个人哦，在这边 hiking 是有点危险的。而且后来我才听人讲说啊，你怎么敢一个人就去 hiking？ 因为听说在这边 hiking 的时候是有机会遇到熊的。然后那时候我手上还没有带什么，就是防熊喷雾这种东西，所以后来我想说，天哪，我真的是初生猪犊不畏虎，完全没在怕。其实应该至少要带个防熊喷雾，不然真的遇到熊的话就死定了真的是很可怕。这边我想我刚刚在听伊恩讲的时候，我其实想帮他讲一下，就是因为我跟他有一起去 cross country ski。平常我跟他讲话，但我发现他是蛮有余，就是莫名其妙我们2个讲一讲，我就会想笑，我觉得他是有一个幽默感的人。然后我发现他非常的很勇敢的在下班的时候很乐于去尝试很多事情，就像他上次他 cross country ski， 他去学了1次之后，他还教我，然后我就尝试了我人生第1次 cross country ski， 然后我有点后悔说怎么没有提早去做这件事情，就是来了这边冬天那么久，然后其实这里滑雪场就在附近，但是我也还没有去滑雪半次。不过最近有一个 snow turbine， 我们可能也会去尝试一下，这样对，所以我觉得他其实。是这一次在加拿大，我自己这样感觉他下来，我觉得他其实做了很多事情，像他刚刚讲的爬山之类的这些事情。因为有的人其实他来了之后，他除了工作以外，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间，或是都没有出门。我觉得这样蛮可惜的对啊，因为你都来了这个地方，你应该好好，尤其是我们在这周遭的范围是一个保护地区。那既然都已经是一个国家公园，为什么我们不从那么远的地方，从台湾来，不好好去珍惜这个机会，然后多看一点东西，这样。我也是觉得说，因为虽然说，蛮多台湾人的确出国目的是为了赚钱，可是我觉得
不要不舍得花钱，这一点真是蛮重要的。因为有些人就是赚到钱以后啊，比方说像刚才B 姐说的那个滑雪，虽然说她一次可能要60-70加币，可是我觉得说不要说省这个钱，因为你要想，你要是回台湾的话，你要滑雪要花更多钱。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到了国外的话，不要说赚完钱以后就为了省钱，然后很多东西都不去体验。我觉得要舍得花钱也是蛮重要的，不然就是说你回台湾有时候有些事情真的是你过了就更不会去做了，因为你想你要台湾你要滑雪多难啊！如果你在这里不滑雪的话，我觉得你在台湾应该更不会滑雪了吧？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呢，真的是错过了后就会更后悔。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看到极光的。然后就像B 姐刚才有在讲的一样，其实有些人为了赚钱呢，他其实每天把时间耗在那个赚钱上面。其实像看极光也不用钱，只要你极光爆发的那一天你出去看就看得到了。有些人其实他连这个时间都不愿意花，那我是觉得是蛮可惜的。所以因为我觉得打工度假它的本质是打工跟度假，而不是只有打工。我觉得如果你只有打工，那你就失去了打工度假这个签证的本质了。啊，如果只有度假的话，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很有钱，其实你也不用申请打工度假签证了。所以我觉得打工度假基本上是要平衡一下，就是人家说的就是什么认真赚钱，然后认真花钱。我觉得这个在打工度假里面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你不要说不舍得花钱。我听完之后蛮有感觉的，因为我个人就是比较省钱一节，所以我基本上就是会比较节省一点，但是我觉得确实是，除非我有特别想做的事情，我就会特别去花这一笔钱。像其实我也很想去做那个 slading， 那个 do slading 那个，但是我其实还没去，因为太贵了。但是我觉得如果可以确实他刚刚讲的那一句话有吸引到我，觉得确实是要舍得花钱一点，有想做的事情就要去体验之类的。对，像比如说我刚刚讲的一些滑雪的一些 sport 的活动啊，可以先去体验一次，再来决定去二手店看一下有没有适合的用具，然后你就可以买，这样你就可以省一笔钱，你就可以想去的时候就去，你就是很自由，就可以常常出去，然后这样你也会下班的时候有一个目标，然后可以去做这些时间的运用，这样才不会觉得说下班之后不知道要干嘛，然后就待在房间，然后耍废，然后躺一整天，然后隔天上班，这样就觉得很可惜。对。然后最后，我想说来收尾一下好了，因为就是像我想说，打工度假的话，就是打工固然重要，可是千万不要忘记说，你今天是在一个国外的国家，所以有一些事情呢，千万不要到时候就是后悔怎么说，怎么自己来这个国家好像都不了解这个国家，或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去体验到。那我自己会觉得，我个人会觉得是蛮可惜的。像我自己的话，除了以上说的那些活动，我在体验这个国家的文化风情外，更想要体验的话是关于人的部分。我们想要努力去做国民外交的。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蛮重要的啊。有机会的话，我要努力做国民外交。这是我的，这个在我的计划清单当中，我一定要努力吃到外国菜。OK， 好啦，虽然不知道你们各位大家的目的是什么，可是我觉得呢，最重要的在说，打工度假是打工过度假，大家不要只有打工而没有度假，那就真的是会非常可惜。因为你在这个国家，毕竟你也只有1年而已，而且要是你回国后，你之后再来度假的话，你想你飞机票你可能你都来个礼拜吧。其实有很多东西你1个礼拜是体会不到的，比方说吃外国菜，你真的觉得你国外愿意你1个礼拜找得到吗？好啦，那我就祝大家打工度假顺利咯，拜拜。这个说也可以吗？还是要想一下。